我带孙子累得低血糖犯了，在快要晕倒之前，我吃了茶几上的一瓶燕窝。晚上儿媳妇回来，阴阳怪气地说我好吃懒做，儿子让我给他道歉，我解释是我低血糖犯了，没办法才吃了一瓶。儿媳妇不依不挠骂我：你少装了，谁有你会演戏呀？我这日子是没法过了。我离婚，他提离婚是家常便饭的事。后来我累了，也不想再忍了。在没吵这次架的前一秒，我本想把500万奖金给他买房，现在我带着这笔钱潇洒走了。傍晚6点，儿子儿媳妇下班回来了，我刚好把4菜1汤做好，准备把中了500万的喜讯告诉他。回来了，赶紧洗手吃饭。我说的赶紧吃饭是让他们吃，大孙女8岁可以自己吃，但小孙子才2岁半，每天我都是喂完了孙子才吃饭。儿媳妇突然带情绪问：茶几上的燕窝谁拆的？怎么少了一盒？我抱着孙子在怀里哄，好声好气解释：林雪，燕窝我吃了一盒，我低血糖犯了就随手拆出来吃了。林雪脸色大变，愠怒瞪我：你吃了？她那表情在说我不配吃。我像个犯错的孩子点头：林雪脸色更难看了，声音拔高：这是我给我妈准备的生日礼物，大后天就要用了。你可真够厉害的，一声不吭的就拆别人的东西，有没有点素质啊？为了家庭和谐，我主动提出：林雪，我不是故意拆的，这样吧，我给你1000块钱，你重新买好吗？林雪没有平缓情绪，反而更激动了。你给我钱，说得好听，你的钱还不是我老公给的，小孩子都能忍住，你那么大个人就这么嘴馋吗？不吃那一口燕窝会死吗？这燕窝是我找朋友代购的，你就是不想让我给我妈送这么贵的礼品，才使的阴招。林雪凶着凶着就哭了，儿子霍平一看她哭，就心疼地要求我：妈，快给小雪道歉，这事你不对呀，这燕窝是送礼的，你怎么能随便吃呢？霍平说这样的话，就是拿针在扎我的心。我也一肚子委屈，一直在忍着，谁让我是长辈呢？老伴霍贵也嗔我，一大把年纪嘴馋什么，成天干啥啥不行。赶紧给小雪道歉。孙子在我怀里哭，我不想吓着孩子，只想息事宁人。我把姿态放得很低，对不起，林雪，妈下次不会再犯了，这次你就别生气了。你说的好听，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婆婆，你就是不想让我给我妈送礼，你这人心思真毒，这日子我是过不下去了，我离婚，这个家我一天都不带了。霍平把林雪拉到房间去哄了3个小时，每次但凡有点不高兴，他就把离婚挂在嘴边。这年头娶儿媳妇不容易，彩礼当时给了10万，3金2万，还得给买车买房，他每次都拿这个吓唬我们。因为委屈跟实打实的金钱来说，大多数人都会选委屈。有了这次的教训后，我就多买了些糖果、巧克力，家里的抽屉都多放了几块。可第2天我去拿糖果吃的时候，发现我放糖果、巧克力的地方没有一颗。我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，就偷偷看了监控，监控里儿媳妇把我的糖果、巧克力全扔垃圾桶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手脚是发抖的。我自问不是个坏婆婆，从她进门后，一直对他们的小家庭出钱出力，都是婆媳是天敌，因此我格外的小心。孙女、孙子都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吃饭、睡觉、洗澡，全是我一人负责。她也就是今年才去上班，在没上班的时候，她都是在家玩，中午睡到自然醒，下午跟朋友去逛街美容美甲。她虽然已婚多年，但活得却像单身的姑娘一样明媚绚烂。她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我从没说过一个不字。
我的老伴货柜当保安，1个月2500的工资，每个月给林雪2300零花。无论是钱还是力，我们老两口都是不遗余力的付出。可现在我寒心了。晚上货柜回来，我跟他说：“老伴，要不然咱们回农村吧，住一起吵架，儿子也为难。”货柜叹气，满脸的为难：“你就是没脑子，现在回去让人戳几辆鼓啊？哪家老的不给儿子带小孩？你现在不给他带小孩，以后老了也不问你事，不给你养老你就知道错了。”儿媳妇一不高兴，就会阴阳怪气说：“老的有当老的样子，懂得帮衬，将来老了才会有老有所依。我们就货凭一个儿子，所以养老得靠他。”货柜不同意回去，并让我多干活少说话。没过多久，儿媳妇工作不干了，我娘家外甥喜的贵子，我要回娘家上礼。我跟林雪商量，我明天就回来，不会耽误太久。林雪不太乐意：“妈，不是我不近人情啊，按理来说你是该回去上礼的，毕竟是你外甥。可咱家二宝从小到大就是你带大的，他不要我呀。这大宝上学要接送，我一个人带不过来，你就别去了。平常我都是顺着他，可这是礼尚往来的事，而且是我亲外甥，我不去不合适。林雪，不能去的。你跟霍平结婚生孩子，他们都来贺礼的，咱们不能失礼于人。反正不行，你给他们打500礼金不就行了？反正这是你们家孙子孙女，你自己看着办。”我跟林雪说不通，就跟老伴货柜商量。最后货柜请假1天，在家带孙子，接送孙女上学。第2天，我急匆匆从老家赶回，家里大人吵，小孩哭，货平、货柜都没去上班。林雪见我回来，气愤对我抱怨：“有你们这样当老的吗？你们就是自私，酒席就那么好吃吗？为了吃酒席，不管自己亲孙子、亲孙女，这世上也就只有你们姓霍家这样的。”我一头雾水，怎么了这是？儿子一脸为难说：“你回老家吃酒席，爸带的大宝二宝，饭不做，给大宝吃泡面，二宝喝奶粉，家里衣服也没洗，什么都不做。”林雪激动地将茶几上的果盘往地上摔：“这日子不能过了！谁家的老人像你们一样好吃懒做？为了吃酒席，亲孙子都不带，馋死你了是吧？你们现在这样对我，我就不信你们没有老的那一天。以后休想让我们给你养老！啊呸！你这个破烂的家庭，我是1天都待不下去了。离婚，今天必须得离了。”儿子冲我抱怨：“你要不去吃这个酒席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妈，你能不能有个做老人的样子？我工作已经够烦心的了，你们能不能别让我烦心了？”货柜也对我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，都是你惹的事。都跟你说别去了，家里有小孩带，你非得去吃那个酒席，家里是没你的饭呐，你就这么馋啊？丢人现眼的货！3个人指责我，2个孩子哇哇哭，家里能摔的东西都被林雪摔了。在一刻，我寒心至极，对这个家没有一点留恋。我这一生上伺候公婆，下伺候小辈，从来没得到过他们的尊重。我甚至懒得跟他们吵，心死了，一切的争吵都毫无意义。妈，你快给林雪道歉！儿子不可置疑地命令我。我失望地看儿子，忍住流泪的冲动。这可是我从小捧在手心里，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宝贝儿子呀！他见我干杵着不说话，面目狰狞地凶我：“你是不是非要把我的家搞散？”货柜一巴掌怕扇在我头上，我猝不及防的，他又狠狠地踹了我一脚：“你是死人啊！让你给小雪赔不是？你听不见啊！”我头晕目眩，当即晕了过去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医院的床上，手上打着冰凉的点滴。过了1个小时，
林雪打来电话，她对我放狠话：既然你没有当老人样子，就别怪我不会当小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我刚要跟她说，我离开这个家，话刚到嘴边，还没来得及说出口，电话就被她挂断了。货柜对着我又是一番指责谩骂：你这个败家娘们，有你这个家一天都不得安宁，你怎么不去死呢？我怒气冲冲地回骂货柜：你怎么不去死？这个家我一天都不想待了。你以为这个破家是什么好地方啊？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。货柜凶神恶煞的要扇我，还好护士来了拉住了他。货柜咬牙切齿地指着我鼻梁：老不死的玩意，你自己自生自灭吧，从我家滚出去，从今后我跟你没关系。话落，货柜气冲冲地离开医院了。我自己去交了住院费，在医院住了3天，直到我出院，货柜、货平都没有出现。我自己租了个单间小房子，安顿好后，我去找货柜离婚。林雪已经从娘家回来，给我开门的是货平，他没让我进门，把我拉到了小区楼下。妈，你听我的，别闹了，你还想跟我爸离婚？你都多大年纪了？离婚了你能去哪？你住哪？谁给你吃？谁给喝呀？以后你有个小病小灾的，谁照顾你呀？你都多大年纪了，怎么还想不开呢？你就听我的，帮我好好带孩子，去给小雪认个错，这事就过去了，别让我夹在中间为难。我心灰意冷地看自己养大的儿子，坚决跟他说：我跟你爸是离定了，我们的事不用你管。霍平激动质问我：离婚你去哪？大宝二宝谁带？妈，一把年纪了，咱能不能不要自私了？我心如刀绞，活到60岁，累了一辈子，现在被压迫的只能逃离。我的亲儿子却说我自私，我激动得红了眼睛，哭着凶他：我就自私了？我活了那么大年纪，养大了你，又给你带大了孩子，伺候你们吃，伺候你们喝，还落不得你们好脸，我们就自私了？怎么了？霍平愣了下，没想到我情绪会如此激动，他要挟我：你要是跟爸离婚了，我就不管你了，不管就不管，我看透你了。我生气地离开了。半路上，货柜给我打电话，居高临下地骂我：别给你脸不要脸！我再问你一次，这个家你到底回不回？不回，谁不离谁孙子？我跟货柜离婚并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儿子不希望我们离，货柜也不想离。离婚了就没人带孩子，也没有人伺候他们吃喝拉撒，他们晾着我，我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，默默看着卡里400万的存款，开始规划我以后的生活。第一件事，我报了旅游团，天南地北的玩一圈。这中间，货柜给我发过信息，什么时候死回来，孙子孙女不管了是不是？我没理他，他的信息甚至在我心里勾不起任何一丝波澜。我买了相机，每到一个风景区就会拍下留念。这广阔的天地，天然美景，治愈了我千疮百孔的大半生。旅游1个月后，我回来了，在超市买菜的时候，看到了林雪、亲家母、货柜和大宝二宝。林雪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，货柜嫌弃地嗔我：你不是死外面了，还回来干什么？1个多月没见，原本黏着我的孙女、孙子也只是很陌生地看我，除此之外没任何表情。林雪妈妈没好脸色地说我：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这么不着调，也不怕别人笑话。林雪冷哼一声，讥讽我：有的人还以为自己18岁呢，学年轻人离婚。我看了以后，老了不能动了，就只有等死的命了。我不想跟他们多纠缠，转身离开。林雪在我身后不依不挠地骂，以为自己多年轻似的，以后要饭都不要要到我门上，看孩子小拿捏我。我不用你带孩子，我妈给我带。
你以后是死是活都跟我们没关系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以后别后悔求我们。”货柜上前拉住我的胳膊，急赤白脸地质问我：“你非要做是不是？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错过这个机会，以后你饿死了不要进我的家门。”我甩开胳膊，不让货柜碰我。不用你给我机会，我跟你们老死不相往来。林雪讥笑：“行，这话是你说的，立个字据断绝关系，省得以后扯皮。”货柜跟着嘲笑食指指着我鼻梁：“你非得作死！”我趁机坚决说：“别废话，现在就去预约离婚。”货柜冷哼，当即给霍平打电话，让霍平送身份证和户口本过来。我也回去拿身份证、户口本，跟货柜约定好1个小时后民政局门口见。霍平把证件带来了，他还是不想我们离。妈，你别闹了，你都60岁了，人老珠黄了，没办法改嫁了，以后你怎么办？林雪凶霍平：“你闭嘴，他又不是小孩子，你说的再多，再为他好都是狗咬吕洞宾。他想离开这个家，不就是看不惯我，不想给我们带孩子？霍平，你要是这么舍不得你妈，那咱俩离婚，你们娘俩好好过日子，我成全你们。反正我一直都是外人。”霍平立马哄林雪：“老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跟你离婚。”霍平很疼媳妇，林雪能这么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，全是仗着霍平对她无底线宠爱。见林雪生气，霍平不管我跟他爸的事了，随你们，你们要离就离吧。有了霍平这话，我们办了预约手续，现在有离婚冷静期1个月，1个月后才能拿证。预约手续一办好，林雪就提出立个字据，你以后是死是活都跟我们没关系。霍平左右为难，林雪瞪他：“我说了，你要是舍不得你妈，你可以跟你妈过，我不妨碍你们。”我立。霍平舍不得林雪生气，当即写了断绝母子关系的字据。写好后，他先按了手印，我没有迟疑，也很爽快地按了手印。一式2份，像法律合同一样很严谨。我将这份收据收好，放在包里。霍平皱眉，自始至终没有看我的眼睛，我也没多看他1秒。从此以后，我跟他们毫无关系。1个月后，我跟货柜顺利拿了离婚证，出了民政局门口，货柜讥讽我：“以后你的下场会比路边的流浪汉还惨。”我没理他，一句话都懒得跟他说。大半辈子了，我终于能为我自己而活了。离婚后的第1件事，我买了一个1楼1居室的小房子，没敢买贵的，花了50万。这个小房子1楼有个小庭院，能种菜。搬进去后的第1件事，我就刨地种上一些平时常吃的青菜。我账户上虽然有300多万，但我也不敢乱花，物价上涨得很厉害。往后我没了依靠，只能靠这笔钱精打细算过后半生。平时的我的代步车就是电动车，去远一点的地方就是打车，住的地方交通方便，生活便利，所以出行这方面用不了什么钱。安定好后，我去银行存了250万的定期，1年1存，利率2%，8%，一年利息有7万，足够1年的开支生活，剩下49万多，我打算用来赚钱。忙活了大半辈子，闲着了只会觉得空虚，但我年纪大了，也不知道做什么好，因此我去上了老年大学。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，生活一下多姿多彩。我在这里学到了不少先进的知识，还学会了唱歌、跳舞。现在的生活才让我觉得我终于活得像个人了。周末，我在老年大学交的好朋友翠芬约我去逛街买衣服，她打扮得很时髦，跟我同岁，但看起来比我年轻10岁。她说如果我打扮起来也同样年轻，
我兴致勃勃地跟翠芬去逛街，她先带我去挑选了化妆品、护肤品这些东西。我年轻的时候做梦都想拥有。有一回，我攒了1年的私房钱，偷偷买了支口红抹。货柜队是我嗤之以鼻的贬低：你嘴上涂的啥玩意，跟吃了死小孩似的。从那后，我就再也没用过口红。现在我想涂就涂，再也没有人可以贬低我了。翠芬带我去做了卷发，还染了个时髦的咖色，还给我描眉化妆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也觉得年轻洋气了不少。翠芬带我去买挑衣服，这家店的衣服价格在150至500之间，从前我都舍不得买，只买地摊上20-30块钱一件的。现在200块钱的裙子，我想买几件就买几件。我选了一件中式改良款的旗袍样式长裙穿在身上，翠芬连连赞叹，甚至开玩笑地打趣我：秀莲，你这身打扮太有气质了，明天穿进班里，肯定迷死一大堆男同志。我难为情地笑了笑：你别打趣我了。一抬眸，我突然看到了林雪和她妈也来这家店买衣服。林雪见到我的时候十分惊讶，随后讥讽我：哟，这是榜上大款了，穿得人模人样的了。林雪他妈跟着阴阳怪气，有的老人啊，就不配做老人，一把年纪了不好好带孙子，还做一些伤风败俗的事。翠芬为我打抱不平：你们怎么说话的呀？真是一点素质都没有。林雪一脑瞪翠芬：关你屁事，你也不是什么好鸟。我走到林雪面前，目光严肃地警告她：嘴巴放干净点，再对我进行侮辱，我对你不客气。林雪讥讽冷笑：我侮辱你了吗？你是自取其辱，你怎么对我不客气啊？我倒要看看。我当着她的面拨打了110。林雪不可置信地看我，又接着讥讽：你真是够毒的。我冷漠地看她。没一会，警察来了，了解了情况后，对林雪一顿批评教育。林雪走的时候，不服气地瞪了我好几眼。我没受她的影响，反正早已是陌生人。转眼半年过年，我有了新目标，在美团上注册了店铺，专门卖营养餐、孕妇餐。我的手艺还不错，没指望这个赚大钱，能给我打发时间，再赚点小钱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没想到我的生意还算不错，因此我请了2个帮工。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意，但我突然收到了儿子的短信：妈，气消了就回来吧，我不会再让你给小雪道歉了。我默默删除了这条信息，没有回他。隔天霍平给我打电话，我也没有接，反手拉黑。为了不被他们打扰，我换了所有的联系方式，但我还是见到了我儿子。他找工作，误打误撞找到我这来了。见到我的时候，霍平很震惊，我也很震惊。不到1年的时间，他憔悴了不少，两鬓长了不少白发。他问我：妈，你再婚了？说话间，他一直盯着我手上的黄金镯子，看我的衣服，脖子上的珍珠项。你哪位？我冷漠地看他。霍平眸子颤了颤，忍着情绪：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你为什么还揪着不放？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是你儿子，这一点永远都不会被改变。我依然淡漠看他：我没有儿子，你认错人了。要是没别的事，请你离开。霍平不相信我会对他这么绝情，语气很快速地跟我说：单位裁员了，我找到合适的工作。爸因为年纪大了，人家也不要他看大门了，大宝二宝没人带，小雪也没办法工作，她身体不好，丈母娘也不给我们带孩子了，她在这带孩子，我们每个月给4000块钱，她嫌弃少了。现在我们家真的是一团糟，妈，你忍心袖手旁观吗？我冷漠凝视他：你们是死是活都跟我没关系。我让人把霍平赶了出去。第2天，
货柜出现在我的店里，他看到我的时候，惊得1分钟说不出话。此时的我跟他已经云泥之别，他甚至不确认地问旁边的霍平：“她真的是你妈？”霍平开口喊我：“妈，之前的事你能别计较了，行吗？算我求你了，我不想跟他们纠缠。”直接放下狠话：“你们要是再来纠缠我闹事，我要打110了。”听到我的声音，货柜才确定面前的我是他的前妻。他震惊后突然又恼怒了，指着我鼻梁激动质问：“你跟我离婚，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你是不是早就背着我偷人了？是不是？”霍平拦住上前做事要打我的货柜：“爸，你冷静点，冷静点。”货柜情绪很激动，认定了我是外面有男人才会跟他离婚。我说：“你呢？为什么坚决要离婚？你就是纸破鞋，臭婊子！”他越骂越激动。店里员工小小看不下去，冲出来为我说话：“大叔，你闹什么？我们老板清清白白，离婚了就好聚好散。老板跟你过了大半辈子，你怎么能对他说这么难听的话呢？”货柜混进上来，一直指着我骂骂咧咧。我冷漠的最后一次警告他：“赶紧给我滚，不然我马上报警。”这句话惹怒了货柜，他挣脱货平的阻拦，搬起店里的板凳就要往头上砸。我来不及躲闪，突然小小冲出来挡在我面前，砰！货柜手里的板凳重重地砸在小小头上，顿时小小头上的血匆匆往下淌，他整个人昏迷倒在了地上。我立马打了120、110，货柜吓得撒腿跑了，但最后还是被警察抓住了。小小伤势比较重，所以货柜暂时被拘留。小小经过抢救保住了命，伤情鉴定为2级。霍平来医院恳求小小出具谅解书，小小需要休养，医生没让见。霍平恳求我：“妈，之前再怎么闹都是咱们家内部矛盾，这次是闹大了。爸要是坐牢，以后大宝二宝都不能考公，会影响他们的前途。他们可是你的亲孙女、亲孙子啊！只有你出面求情，他才可能出谅解书啊！”我冷冷问霍平：“就算小小出了谅解书，这医药费、赔偿费一起不会低于30万，你有钱给吗？”霍平目光恳求看我：“妈，你不是有钱吗？你现在都是老板了，这30万对你来说又不是什么大钱。”我冷冷嗤笑：“别在我这说胡话了，你是我什么人，让我跟你出30万？你们就等着坐牢吧。”霍平来过几次，我没见他，最后他也摆烂不管这事了。我问小小怎么处理这件事，他是当事人，出不出具谅解书由他自己决定。小小看着我问：“老板，你想我出具谅解书吗？”我淡淡一笑：“随便你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用顾及到我，是你救了我，我很感激你。”小小冲我笑了笑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后来小小坚决不和解，货柜被判故意伤人罪，入狱5年。我把小小接到了家里照顾，要不是他，恐怕以我这个老身板，怕是没命活。小小是我半年前在街上碰到的女孩子，她才19岁，瘦瘦小小。我注意到她的时候，她在垃圾桶里找吃的。后来我就把她带到我的店里干活，才知道她无父无母，在孤儿院长大。我心疼这个孩子，平时对她照顾多了些，工资给的也很高，所以当我被货柜欺负的时候，她才冲了出来。小小在我家住了1个月左右，就想回宿舍了。老板，我已经好了，可以回去干活了。我半嗔半宠地看她，叫我林奶奶吧。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行，我跟她说，我一个人住挺孤单的，你跟我一块住吧，平时也能照顾我。我给你涨5000工资，不给钱都行，只要有口吃的就可以。她傻乎乎地冲我笑了笑。傻孩子，
我轻轻地揉了揉他的头，小小是我新生活里的一朵花。他突然让我看到了生活有朝气。我店里的生意很稳定，没有受货平的影响。但林雪突然带着大宝、二宝来店里找我，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，反而像犯错的孩子，很乖顺可怜地叫我妈。我惊得误以为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林雪对大宝、二宝说：“快叫奶奶。”两个孩子有了林雪的命令，才软软糯糯地开口喊我奶奶。稚子无辜，可我也很无辜。以前那种糟心的日子，我再也不想过了。我也清晰地知道，林雪这个时候来找我，不过是看我有钱了，想继续让我回去当牛做马。我冷着一张严肃的脸，别再来打扰我，不然我报警了。林雪突然哭了，一脸的卑微。妈，我错了。我吃惊地看林雪，这是她第一次跟我道歉。在我们的婆媳关系中，她一直处于上风。林雪哭着求我以前是我年轻不懂事，你别跟我计较了好不好？我以后不会跟你吵架了。大宝、二宝都很想你，求您跟我们一起回家吧。我冷漠地扬起一抹笑意，心里毫无波澜。我们早就没关系了，别做无用功的事了。老死不相往来已经是我的定局。林雪突然跪下，声泪俱下的：“妈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您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只要您能解气。我自己带了孩子后，我才知道带孩子的辛苦。我每天饭都吃不上，没睡过一个好觉。之前之所以能过这么舒坦的日子，都是您在为我们这个小家庭负重前行。现在我真的体会到了带孩子的不容易。大宝、二宝都是你们霍家的血脉啊！您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看在两个孩子份上，求您跟我回家好吗？我不信霍。你自己生的孩子，那是你自己的血脉，跟我没关系。话落，我离开了店里，不想再跟林雪纠缠下去。店里的员工好言相劝林雪离开，但林雪不听。最后店里的员工打了110，林雪才离开。第二天，林雪把大宝、二宝扔进我店里，她在我店里放话：“我是孩子奶奶，这两个孩子必须我管。”我让员工打了110，两个孩子被派所处接走。霍平没想到我会这么绝情，他来我店里闹，不让我开门做生意。对于这个儿子，我早就死心了。我宁愿不做这个生意，也不想被迫跟他们和解。我从监控里看到他穿着外卖制服，一会凶神恶煞地指责我不负责任，一会委屈的泪流满面，痛斥生活的不公，他的不顺。林雪、大宝、二宝母子三人一直都在哭，看着是十分可怜。我现在的铁石心肠，都是我无数次的忍让后心灰意冷铸就起来。这一次，我依然选择视而不见。第二天，我选择了闭店。我的生意走的都是线上预订，用户不是普通人，所以门店对我的作用和影响都不大。霍平一家4口在店门口待了好一会儿，直到这家门店被转让出去，他们才没来这。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恢复平静的生活了，没想到林雪网暴了我。她在抖音上卖惨，把自己描述成一拖二任劳任怨的宝妈形象，而我则是那个自私、不管不问的婆婆。网络是可怕的。很快，我的信息就被网友给扒出来了，我的手机被打爆，无数条辱骂我的信息排山倒海的袭来。小小心疼我，将我的手机关机，给我做了爱吃的春卷。他说：“林奶奶，只要不去看这个事，选择不知道，就伤害不到我们。”可我憋屈了大半辈子，我忍不下这口气，因为这个事我气病了。是小小在医院寸步不离地照顾我，我感恩他的付出，主动给他1万的辛苦钱，他没收，反而跟我生气，说我拿他当外人。他哭着跟我说：“
林奶奶，你是第一个让我感觉到温暖的人，我想报答你，不想你老是给我钱，把我当员工。我心疼地给他擦眼泪。好，奶奶不给钱，你缺钱了就给奶奶说。他这才露出笑容。我在医院住了3天，网络上对我的谩骂热度依然不减。当我要选择为自己发声时，小小突然劝说我：“奶奶，咱们跟他们硬刚，他凭什么颠倒是非黑白？我给您发声。”我笑了笑，咱俩想到一块去了。小小帮我注册了抖音账号，我把之前我因为低血糖吃了1盒燕窝和回娘家吃侄子酒席就被林雪大骂指责的视频发出去。当初离婚的时候，我留了个心眼，录音了林雪要求我签断绝关系的语音，录像是林雪装的，目的是监视我好好带孩子。在我下定决心离婚的时候，就偷偷将视频保存了，目的就是防林雪倒打一耙。没想到今天真用上了，澄清视频一发出，网络的风向立马转变，指责我的那批网友全去指责谩骂林雪了。林雪人设崩塌，本想涨粉丝卖货的她，账号被人举报封了。我在网上发布最后一条声明，我在自由的这条路上永不回头。后来我不再看网络，小小陪我去旅游，到处走走看看。转眼间5年过去了，我身边的小小长大了，我们回到了小院，一起喝下午茶。傍晚的余晖打在小小的脸上，她好青春好美。我忍不住跟她说：“姑娘家大了，该找个男朋友了。”她看着我摇摇头，现在生活很好，如果真有那么一个人出现，我再考虑也不迟。我从没告诉她我的存款到了上千万，因为她比我有钱。这几年她做了自媒体旅游博主，她赚了钱会乐呵呵地拿一部分现金跟我：“老太太，这是你的零花钱，别省哦。老太太，咱俩相依为命，你就得花我的钱，不然我要跟你生气了。”她不知道的是，我悄悄立了遗嘱，我名下的财产全给她继承。落日余晖下，我看着她年轻的面孔，幸福感溢满了我的心间。后来林雪跟霍平看我过得富贵，几次3番的托关系联系我，我依然坚硬着一颗心，没有跟他们一丝和好的希望。霍贵出狱后没2年得了不治之症，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条视频，视频里他瘦骨嶙峋，只剩一口气吊着命。他哭着用沧桑的语气恳求我：“老伴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我的气了，回来送送我吧。”即使他现在被苦难病痛缠身，又想悔过，可我心里依然毫无波澜。我没有去看霍贵。1个月后，霍贵死了，霍平托我娘家亲戚让我回去送他最后一程，我并没有去。这件事后，霍平几年没有再找过我。多年后，我已经是行走不便、需要坐轮椅的老太太。小小推着我去散步，无意看到林雪在扫大马路。此时的她就是个饱经沧桑的妇人，一身的穷苦气息。听说她不想跟霍平过苦日子，早些年离婚，又改嫁了一家，但她突然不能生了，被人家嫌弃离婚，现在只能靠自己卖苦力养活自己。亲戚也跟我说过霍平，他离婚后找不到女人，失业后就靠打零工养活2个孩子，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。林雪突然望向我，一下就认出了我，她神色复杂，眼神充满了恨意，而我心里畅快极了。不被养老绑架的后半生真的畅快极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我妈生日当天，我加班回去晚了，嫂子皮笑肉不笑，大小姐可算回来了，这菜都快凉了。我懒得理她这种阴阳怪气的话，瞥了一眼厨房，我妈系着围裙忙活着，哥和嫂子倒是坐在桌子前等着了。我皱了皱眉，刚准备过去帮忙，我妈笑呵呵道：“
没事儿，盛南工作忙，快坐下吧。我把手上的水果放下，又拿出一只金手镯递给我妈。妈，祝您生日快乐。嫂子看着手镯眼里冒光，这不便宜吧？我避开嫂子的目光，点点头，不算贵，一点心意而已，妈喜欢就好。我妈看着手腕上的新镯子笑，喜欢，喜欢，盛南送的，妈都喜欢。我看向嫂子，嫂子送了妈什么礼物？嫂子一挺腰腹，我送妈大孙子。我哥在一旁咳了2声，行了，先吃饭吧。嫂子皱着眉头别扭了2下，我冷笑。平时我很少回家，嫂子却总在回家时阴阳怪气说这些话，烦人的要命。吃着饭，我妈状似无意的开口：“盛南之前说给你和你哥各买一套房子，但是现在妈手头也不宽裕，你看看妈给你出首付，你还贷款怎么样？我毕业这些年的工资确实攒了不少，别说首付了。”就是全款在老家买一套也够了。不过我和我哥一人一套新房，这是当初我爸还在世时就说好了的。现在我妈每月只有微薄的养老金，想必也拿不出一套房子的钱了。我也不想争这个，以后自己买一套就是了。但我还是有点疑惑，怎么突然提起房子的事？那太麻烦了。妈，现在也不急。等等再说吧。我刚说完，嫂子当先撂下筷子道：“妈，盛南一个女娃，她买什么房子，到时候都便宜别的男人了。”我哥在背后杵了他一下，他怒气冲冲扭过身子，完全没看见我哥向他使眼色。我妈暗瞪嫂子一眼道：“别听你嫂子胡说，当初早说好了，给你和你哥各买一套的。你要是嫌麻烦，让你哥帮你贷，到时候你就按月把钱给你哥就行了。”我觉得有些不对，没有立即答应，只说妈既然手头不宽裕，我又不急着结婚，先不用买了。但看我妈和我哥的神色，似乎有些失望和着急。晚上我要回我租的公寓住，我妈却一定要我留在家。我推开原来房间的门，满是杂物和灰尘。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妈，我妈丝毫没觉得有问题，笑着点点头，让我进去休息。嫂子捧着还没有显怀的肚子：“你毕了业就在外面租房，这房间空着也是空着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嫂子，就算空着也是我的房间。”嫂子一愣，仿佛被戳中心事一般，她道：“什么你的房间？现在是妈的房子，以后是你哥的，哪里轮到你个丫头片子？”我厌恶地皱了皱眉：“嫂子，说我之前别忘了，你也是做女儿的。”嫂子还要再说，我已经走到门口开始换鞋。我公司离家很远，毕了业就在公司附近租了小公寓，周末才回家，晚上也不在家里住。本来我这间已经是家里最小的房间了，是阳台和客厅隔出来的，结果现在也成了杂物间。哥嫂结婚后搬去了新房，这里只有我妈自己。但今天我妈生日，他们2个留下来住。我刚要走，我哥在身后叫住我：“咱妈今天生日，你能不能懂点事？”我一时无语，成天以长兄如父自居，却只顾着在我妈那里搜刮。我冷笑一声，到底是谁不懂事，平白无故说些讨人嫌的话？嫂子脸色一白，立马捂着肚子嚷疼。我妈和我哥忙扶着她坐在沙发上。我妈有些埋怨：“盛南，你嫂子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你让她。”我嗤笑，她那一眼假的演技，我看都不想看。嫂子见我没当回事，干脆也不装了：“我有个朋友，条件很不错，明天你去见见，行的话就把婚事定下来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在这等着我呢。”我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撂下一句：“我有男朋友了”就走了。我和男朋友是大学同学，同校不同系，一起参加校学生会活动认识的。
他毕业考上了事业单位，稳定体面。我在头部互联网公司做工程师，高薪待遇好。之前一直没和家里说，因为刚毕业没稳定，怕也谈不了多久。但是现在我们2个已经谈了5年，准备结婚了，确实应该让家里知道了。马上我们就要从校园走到婚纱，没多久，我就和男朋友照样约好了酒店，让双方家长见面，也好商讨结婚事宜。看着我妈身后的哥嫂，有点忐忑，我怕嫂子不分场合闹起来，有失体面。不过男朋友的爸妈就在一旁，我也没有说什么。小赵啊，你和我们家盛楠都在一起5年了。男友外向开朗，他笑着给嫂子倒上热水。是的，嫂子，我们是大学认识的，毕业后才确定恋爱关系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眼中满满的邀功。他父母在这里，我不好意思和他打眉眼官司，只当作没看见。他坐在我旁边，在桌下握着我的手捏了捏。我妈刚要开口，又听我嫂子笑着说道：“小赵啊，那盛楠大学时候谈的不是你呀？”我说：“怎么看着不太像呢？”男友一愣，我紧皱眉头，知道我嫂子那个阴阳怪气的毛病又来了。我说道：“嫂子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你还没嫁给我哥呢，在哪看见我大学有男朋友的？况且我大学忙着学分和兼职，从没谈过恋爱。你又是听谁说了我谈恋爱的？”嫂子支支吾吾答不上来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你舍友说的。”我一笑，我还怕你答不上来呢。我拿出手机，行，那问问我舍友好了。我哥坐在我右边，一把按下我的手。行了，不嫌丢人。我冷笑一声，到底是谁在丢人？男朋友爸爸是我们市某局的大领导，妈妈是大学教授。2人没表现出什么异样的情绪，依旧是得体的笑着。虽然我没有告诉家里男朋友的存在，但男朋友家里却早就知道我的。男朋友妈妈开口道：“李太太，既然是孩子们的认亲宴，我们还是整理一下结婚的流程吧。”嫂子刚降下去的气焰又升起来。结婚可以，我们要求市里、县里各1套新房，2台车，彩礼现金88万，5金2套，真是钻钱眼里了。在场的人都瞪大了眼睛。我妈低声斥道：“你疯了！”嫂子一手扶着腰，一手扶着我哥肩膀，盯着男朋友妈妈道：“能不能做到？”男朋友妈妈笑着点头：“这倒不难，2个孩子刚毕业就有稳定的工作，也没吃过苦。既然要组成小家庭，家里帮衬些也是应该的。2套新房都写2个孩子的名字，车1人1辆，现金用作小家庭的启动资金，5金随楠楠喜欢。”我一愣，没想到男朋友妈妈真的会答应嫂子的无理要求。我们县城的彩礼与陪嫁平均在18万左右，男方出房，女方出车，现在足足多了几倍。我示意不必听嫂子的，还是看我妈的意见。我妈看了看我，最后还是说按我嫂子说的算。送走男朋友父母后，我一股怒气窜上心头，冷冷地盯着嫂子。嫂子捧着肚子叫道：“怎么，你一个丫头片子，卖不上价的东西，我帮你多要点怎么了？谁知道是不是有了男人忘了老娘的种？彩礼这些东西都得孝敬咱妈。”没想到话音刚落，男朋友又推门走了进来。他的手机刚才放在我的包里，忘了拿出来，恰好听到了这段话。我妈涨红了脸，站起来道：“小赵，你别误会，你嫂子不是这个意思。”男朋友没说什么，礼貌打了招呼就出去送他爸妈回家了。我哥坐在椅子上，只顾着低头吃菜，嫂子依旧趾高气扬。我妈脸上的红色还没有完全消退，我压着怒火问道：“妈，刚才这些是你们在家商量好的吗？”嫂子站起身道：“
李胜男，咱妈都是为了你好，他们那样的家庭，婚前你不多要点，以后你啥也得不着。我嗤笑一声，嫂子，说到底这钱要来了，也是给我的，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嫂子被问的一滞，我还能干什么？我关心你呗。我转着手里的酒杯，你关心我，你是关心你肚子里的孩子吧？给你肚子里的宝贝留体己呢？嫂子的性格我知道，她最经不起激将，当即一拍桌子站起来道：那又怎么了？我肚子里才是你们老李家的种，老李家的根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挣的钱还不都是给我儿子的？他这一句连带着我哥也骂进去了。我哥站起来俯视着他，嫂子有些胆怯，依旧是高高挺着还没有显怀的小腹。你打呀，你打呀，就朝我肚子打，朝你儿子打。我哥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我眼带嘲讽：嫂子，大清早亡了，你那肚子里的宰相根苗留到现在也没用了。嫂子激动，带上了哭腔：我不要了，我不生了，你们老李家太欺负人了。一边说着，一边往肚子上捶，只是雷声大，雨点小，分明到了肚子，不过轻柔地碰了一下。我妈和我哥都紧张得要命，我妈拉扯着我：胜男，你嫂子怀着孩子就这性子，你不好让她，到时候妈还出钱给你买房子呢。我妈一提我才想起来，还有这回事忘说了。妈，我这要结婚手头紧，要不先把您说的首付钱拿出来给我用用。我妈听完我这话，神情一愣：你要拿钱？我点点头，一直看着我妈的表情。之前她说让我还贷款，我就觉得奇怪，到现在房子也没个影。这些年每月我也打给我妈不少生活费的，她应该攒了不少才对。正等着，手机弹出消息，有个加急项目出了问题，我得回去加班。我妈支支吾吾半天，说那张银行卡在家里。我想着也不急，便交代我妈打车回家，我自己去了公司。等到忙完，已经过了0点，男朋友的消息还停留在昨晚9点半，问我要不要出来吃宵夜。我暖心一笑，我刚刚加班结束，才看到，好累哦。那边秒回：楠楠辛苦了，带楠楠吃宵夜。最后我们还是回我公寓点了烧烤，男朋友喝点酒，脸上红彤彤的。他拍拍我的肩道：放心，我都跟你求婚了，你要全天下，我都给你打下来。我笑出声来：得了吧你，还打天下呢？打游戏都难。我们两个大笑起来，却突然听见门外密码锁有响动。我们停下动作仔细听，又听不到了。男朋友等了一会，还开门四下看了，也没有人，我俩才放松下来，当作自己听错了。早上我哥突然打电话说妈生病了，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却只有我妈自己在床上躺着。先问了医生情况，是阑尾炎，最好马上手术。我哥呢？我妈仰头看了看别人的病床，低声说道：你哥在家照顾你嫂子，自己老妈要手术，他居然把人扔在这里回家了。我堵着一口气缴费，走流程，直到把我妈送进手术室才歇了口气。打电话给我哥，他声音沙哑，一听就是睡梦中还没醒。咱妈这是急性阑尾炎，不及时手术要出事的。我哥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：我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？我在家照顾你嫂子呢。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我在手术室门口等着，同事的电话打来了几次，说是项目有问题，让我赶紧回去。我妈做的是微创，至少也要3天才能出院。我请了护工在医院照顾她。公司这个项目我已经跟进1个月了，确实不能放手。好在我妈出院的那天，我的项目也结束了。我没有和他们去庆功宴，先到医院把我妈接回家。刚到家门口，就看见一片狼藉，垃圾袋堆放在门口，
里面不知道什么液体洒出来，流得到处都是。我上前开了门，里面竟然有不少人。我嫂子把她妈和堂弟接来了，房间里乌烟瘴气。嫂子妈见我们进来，才把烟放下，起身迎了迎。我妈身体虚弱，还强打着精神和人聊了几句，才进房间休息。外面一直吵闹，我皱皱眉出去，嫂子妈还在客厅吞云吐雾。婶子，我妈刚做完手术，烟还是别吸了。嫂子妈瞥了我一眼，继续和嫂子说话。你说这房子……嫂子妈刚说到一半，被嫂子拐了一下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换了话题说道：丫头片子就是没用，看我来了，连个水都不会倒。我冷笑一声：婶子，您不是女的，你女儿不是丫头，您家有皇位不成？成天儿子丫头的挂在嘴上。嫂子妈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：不用你牙尖嘴利的，赚那么多钱还不是得给你哥花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你们老李家用来挣钱的，还以为人家多稀罕你。我一愣，眼前闪过昨晚我妈的神情，怪不得我说要拿钱的时候，我妈犹豫。嫂子妈还在自顾自地说着：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挣的钱现在不留给家里，往后都让野男人骗去了。我心里却蔓延上一份寒意，神色冷下来，转身回了房间。妈，我那张卡你放哪里了？明天我和赵阳去拍婚纱照。我妈躺在床上，神情有点紧张。怎么婚纱照还要你出钱？我坐在床边，做事要去翻找。当然了，我们俩之前说好的，放哪里了？我自己拿就行。我妈就要起来拦我。我说道：那钱你花了，还剩多少？我想着那里面大概能有大几十万，花一些也就花一些。这么多年，我妈也很辛苦。我妈还是支支吾吾不肯开口。我冷笑一声，那就是花太多了，没办法开口了。这时候，我哥闯进房间：李胜男，你有病啊！妈刚做完手术，你就逼她拿钱，那钱就是给我买房子了，你能怎么样？我站在他面前：这是我的钱，取回来有什么不对？我的钱放妈那里存着，你就当成你的钱了。反正房子全款买的，钱已经没了，你爱咋就咋。嫂子妈从门口钻进来：怎么着？你个丫头片子，给你哥嫂花钱怎么了？就应该把钱都给你哥花。你嫂子肚子里还有你大侄子呢，不给他们花，你准备给哪个野男人花？我嘴里别不干不净的，这么大岁数给自己积点德。嫂子捧着肚子往我身上撞：李胜男，你敢和我妈这么说话？不要脸的贱人！嫂子堂弟在身后嬉笑着：谁知道你钱都是怎么挣的？毕业5年就能挣80万，没有野男人给你钱，你用什么挣？这样的货色我可不要。我冷冷一笑：好啊，你们说的话我全部都有录音，造谣诽谤你们还是挺厉害的嘛，等着警察找你们吧。说完，我推开一众挡在门口的人离开。我妈在背后叫了我几声，我没停下。花了我的钱，拿了属于我的房子，我当然要让他们还回来。晚上我独自在公寓赶工，又听到了大门的密码锁在响。这次我房间很安静，密码锁的声音极其清晰。我以为是男朋友来找我，但他从不会不打招呼直接过来。我轻轻起身，光着脚，尽量减轻脚步声，走到猫眼一看，外面漆黑一片，我心里一阵恐惧。楼道的声控灯很敏感，刚刚的密码错误的声音，声控灯一定会亮。我点开手机，搜索了一段大型犬的叫声，果然没一会，又是密码锁的声音。我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，播放大型犬叫声，果然听见门外脚步声凌乱。我趴在猫眼一看，只看到一个背影，恍惚很熟悉。我给物业打电话想调监控，
物业开始扯皮，要求报警才能看。我想了想，那人一次不成功，说不准有第二次。我放下要报警的手，转而打给了男朋友。那个人影很熟悉，但是完全想不起来是谁。我正在做一个模型的时候，突然想起来了，是嫂子的堂哥。虽然只有那天见过一次，但我还是认出来了。当晚我和男朋友等在家里，刚过1点，果然密码锁又响了。我们2个坐在沙发上等着。我的密码只有我和男朋友知道，估计他们是按照我的生日猜测的。试了几次后都没有打开门，门外的人有些急了，转动着门把手。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别动，干什么的？我和男朋友才放心打开了门。赶来的警察已经将人按住，果然是嫂子的堂哥。警察将他带走的时候，他嘴里还在骂骂咧咧说着不干不净的话，但因为没有实质的侵害，教育了一顿就将他放了。他回去后却让我妈、嫂子妈和哥嫂一起上门找我。我好不容易休息，又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我刚打开门，嫂子妈叉着腰就闯了进来。你个不知好歹的小贱人，还敢报警？你报吧，你再报啊！我妈扶着嫂子，也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，劝我道：你嫂子也是好心，不愿意就算了，怎么还能报警呢？我看着我妈，从小她不缺我吃穿，样样都要给我最好，但我知道还是不一样的。当出现不能平分的东西，那一定是我哥的。房子、车子都是这样。毕业后我自己出去租房，不和他们住在一起，家都很少回。没想到还要找到我这里来闹，也怪我之前透露过一次房子的地址，才让他们有机可乘。有人撬门，我当然要报警。你们现在在我家里，我也可以报警。我手机停留在报警界面，嫂子妈看了一眼，有些瑟缩。嫂子一挺肚子，大半个月过去，她肚子倒是明显了不少。你少吓唬人，我们正大光明进来的，你报警也没用，不如识相点，和我堂哥结婚，以后我们还能帮扶你点。我看着他得意的笑容，冷笑，转身将所有人一起推出了我家。嫂子站不稳，我哥和我妈一起扶着她，正好我一起给推了出去，将他们的咒骂声也一起关在门外。我这里是一梯4户的小公寓，他们在外面这样吵，早有受不了的找了物业将他们赶走。不知道是不是上次没讨到好处，一直到我和男朋友婚礼将近，也没再收到他们的消息。因为男朋友爸爸的身份，婚礼没有大肆举办。我们婚后搬进了新房中，我妈听说后再次来到我家。这次她没有再假意哄着我，有了男人忘了娘。你结婚都没有告诉家里人，你对得起你爸的在天之灵吗？我坐在沙发上，回想着以前我爸还活着的日子，他会在我妈把大鸡腿夹给我哥的时候，迅速将另一只夹给我。他也会在我妈夸我哥的时候，紧接着夸我。他也会在我哥成年时，说以后会给我们一人买一套房子。但是天不假年，他在我大学毕业前去世，没有看到我哥结婚，也没有看到我谈恋爱。你不要提起我爸，你赶不上我爸一星半点。我嫂子那个混蛋堂哥就是来要房子的吧？我妈一愣，什么房子？我嗤笑一声，不知道我妈这样心心念念为她儿子一家，以后会被骗成什么样。我也是上次那个堂哥来过后才知道，在他们骂骂咧咧的争吵声中拼凑出了真相。嫂子是独生女，从小父母就不疼爱她，反而更护着她的堂哥，有什么好东西也是紧着她堂哥，就连当初我们家出的彩礼，也是让她堂哥用来娶媳妇了。上次开我的门锁，也是嫂子让他来的。因为他老婆去世，他自己带着2个孩子，又拿不出彩礼，
在老家根本没人愿意和他结婚，这才把主意打到我身上。这回嫂子妈来也是为了房子来的。嫂子早和我妈说过，要再买套房子，才给我妈生孙子，否则就不生了。当初我妈说要给我买套房子，也是为了放松我的警惕，将这房子给嫂子。她也没想到是为了给嫂子堂哥的。说完真相，我妈失魂落魄地走了。没几天，听说我嫂子生了个女儿，赵明问我要不要回去看看。我想了想，还是拒绝了。不过倒是听说嫂子最近迷上了偏方，到处寻人要大师的方子，就为了拼上一个儿子。快过年的时候，我妈问我能不能回家过年。我想了想，上次的时候半年没有回家了，就答应了初二回门会回去。我妈还说最近嫂子总是疑神疑鬼，怀疑她和我哥嫌弃她没有生出儿子，还觉得我哥回去外面找人，经常将孩子扔在家就跑了。后来还是我哥回来才知道，嫂子去我哥公司堵人，但凡我哥和女同事说上一句话，他就上去大吵大闹的打人，甚至闹到同事报警，我哥也被开除。最后我哥扬言要离婚，嫂子才消停了一阵。但我哥没了工作，每天在家就是喝酒打老婆，我妈也管不了，嫂子最终只能躲回娘家。可是娘家觉得她是嫁出去的女儿，也不接纳她。我妈说了将近1个小时，后面我把手机放在一旁，继续忙着工作。等我做完一套模型后，我才想起来手机还在通话中，拿起来一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妈已经挂断了。我想了想，听我妈说这些，我的心里已经没什么感觉了。嫂子在家里不敢再摆架子，我哥说什么她就听什么。临过年几天，她查出怀孕，算起来竟然是刚出月子就怀上了。她开始频繁喝中药，喝符水，到求子灵验的庙里参拜，只要能生儿子的方法，即便只是空穴来风，她也要去尝试。4个多月时，她在一家私人医院查出是个男孩。嫂子塌了半年的腰，终于又挺起来。大年初2回门的日子，我和赵明带着礼物回家，嫂子挺着肚子在沙发上坐着招呼，丝毫看不出我妈说的凄惨模样了。盛楠，你说说你，大半年不回家一次，还有没有你这样当女儿的？我不想和他争吵，敷衍地点点头，反正也只是应付。晚上吃完饭，我就和赵明回家了，他却不愿意放过我，站在我身前道：“这结婚也有半年了，肚子还没动静呢。”我有些厌烦，蹙紧眉头没有搭理。赵明见了，赶紧将我们2个分开，坐在我旁边。嫂子，我们2个事业都在上升期，不着急要孩子。嫂子翻了个白眼，不要孩子哪能行？你看看我，刚进门就怀上你们老李家的孩子。刚说完，房间内的小侄女大哭起来。我看着客厅里的哥嫂和厨房的妈，不禁皱眉，说道：“你们把5个月的小娃娃自己放在房间。”嫂子像是听见什么笑话似的，也不急着进去看孩子。大家都仿佛没听见哭声一样，按部就班做着自己的事。一个丫头片子，哭就哭呗，还能怎么的？我儿子现在不想动弹，让他哭一会再说吧。我有些震惊，这竟然是一个当妈的说出的话。赵明是独生子，家里条件又好，从小交际圈子里也大多都是相同条件的，从未见过有家庭重男轻女成这样。他起身到房间去看孩子。寒冬腊月里，房间并不暖和，那小娃娃却光着屁股，没人管。赵明笨拙地想给孩子穿上衣服，我上前搭手，穿好后，我们将孩子继续放在屋里。孩子是你们的，我们无权干涉，但是你别忘了，无论男女，他终归是你10月怀胎掉下来的亲骨肉，血脉至亲就是这个道理。
但如果你们厚此薄彼这样明显，往后这个孩子会走成什么样，也是显而易见的。我妈躲在厨房没有出来，但我分明听见刚刚油烟机被关掉了，厨房静悄悄的。没一会，我妈端着一盘红烧排骨出来，她说那是我最爱吃的菜，但其实她不知道，从高中后我就不爱吃浓油赤酱的菜了。我妈频繁地给我夹菜，都是我小时候爱吃的。长大后，我的口味有所更改，但吃起来还是会回忆起年幼的时光。那时候，我和哥哥都太小了，没有什么可争的，甚至爸妈会对我更好，因为哥哥太调皮了，总是挨打，我却乖巧听话。想到小的时候，我不禁勾唇笑了起来。我妈看见，也是眉眼俱笑。怎么样，妈妈的手艺没有退步吧？我点点头，真好吃，还像小时候一样。赵明也赶紧附和着点头说好吃。我哥却一反常态，没有开口说教，连我嫂子都静悄悄的。我料想着要有事说了，放下筷子道：有什么事就说吧，一会我们就要回去了。我妈这才忐忑地开口，话对我说的，眼睛却看着赵明：你哥之前的工作，你看你公公哪里能不能？我按下赵明的手，妈，我刚嫁过去，就要让公公找关系给家里人安排工作，你要让赵家人怎么看我呢？我妈神色有些慌乱，可是你哥他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，那你想让他找个什么工作？我妈看我松口，以为有戏，便开口道：最好是坐办公室里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的，最好薪资和你差不多，待遇好一点。要是铁饭碗。我冷笑一声，打断了我妈的畅想，看着我哥，我面带讥讽，直接把我公公的位置给他坐好不好？我哥怒发冲冠，将筷子摔在桌子上。李胜男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靠在椅子上看着他，是谁不要脸？赵明拉扯我的衣袖，小声说：大过年的，别起冲突。我眼神在对面三人脸上审视了一圈，还是我太天真了，几十年的习性怎么能改？我起身带着赵明离开，夜风一吹，才觉得心中那团郁气散开。何苦和他们吵呢？这事虽然难，但也不是办不成。我挽着赵明的手朝停车场走，这不一样，他不思进取，即便给他再好的位置，他也坐不住。如果是好学上进的，哪里会缺一个好工作呢？我哥上一份工作是一家小公司的中层，虽然被嫂子搅黄了，但用这段经历去投职，也会有很多公司递出橄榄枝的。说到底，还是他不愿意罢了。顺着风吹来的方向，我们一边走一边看着沿途的风景。我说道：个人有个人的风景，我们还是回家吧。没想到第二天，我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盛楠，妈养了你20几年，就想让你给你哥找个工作，你都不愿意。这以后我要是老了，不能动了，你还不得把我吃了？我刚睡醒，还迷糊着，你这说的哪跟哪呀？我妈喃喃低语，说了许多话，直到我快重新睡着，才听见她的那句：你要是不给你哥找工作，我就去你公司闹，说你不孝顺。我心里怒火中烧，那你去吧，看你进不进得去。说完，我就挂了电话。我们公司在市中心的高层写字楼里，没有工卡和门禁卡是上不了电梯的，况且保安也不是吃素的。来上班还是来闹事，他们看得一清二楚。年底我们公司最大的项目圆满成功，领导给我们参与者都多放了半个月的年假。等到我该上班的时候，我妈肯定早回家了。我悠哉悠哉地度过了20天的假期。上班第一天，就在公司楼下看见了我妈，我还挺佩服的，她竟然在这蹲守我半个月吗？我妈远远地看见我，就大喊着朝我跑过来。我赶紧走几步迎上她。
捂着嘴往大楼拐角处带。妈，你干嘛呀？我妈带着哭腔。你这个不孝女，你为什么不肯帮衬你哥哥呀？我无奈扶额。这不是我想不想帮，是我帮不了。我哥其实还是有点能力的，你让他自己找工作呀，他哪里愿意做那些又累、工资又低的工作？听完这话，我一愣，谁不累？我赶项目的时候，连着1周每天只能睡3、4个小时，我不累。我爸是怎么死的？他是加班出去应酬，喝酒喝到胃出血，没人发现，生生拖死的。谁不辛苦，谁不累？我妈哑口无言。她本身出身贫苦，没有上过学，她的内心还停留在必须要生个儿子才能帮衬家里种地干活。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不需要种地了，男性、女性可以做一样的工作，只以能力区分，不以性别了。她失魂落魄地回家，没有再联系我。过了半年，我无意中刷到嫂子的朋友圈，她终于如愿生了儿子，只是看起来却更像嫂子家的人，和我哥半点都不像。但大多数儿子都会更像妈妈，大家也都没有在意。我哥在朋友圈晒照后，却有许多人半开玩笑似的提醒他，他就放在了心上，还是找机会和孩子做了亲子鉴定。结果很显然，这并不是他的孩子。我哥怒气冲冲回家，将检测报告摔在嫂子脸上，又连着打了2耳光。嫂子正在给孩子喂奶，被我哥突如其来的殴打弄懵了，一个不小心竟将孩子摔在了地上。孩子哇哇大哭，哭声引得房间里还不到1周岁的女儿也哭起来。哥嫂被哭得心烦意乱，2个人竟然扭打起来。等我妈跳完广场舞回家，就只看到满地狼藉，嫂子满脸的血迹，她心心念念的大孙子气息微弱，哭都哭不动。房间里的孙女也没了力气，时不时哭2声。我妈大惊失色，给我哥打电话，却打不通，最后打到了我这里。我正值休息，便告诉他还是打120，将人先送到医院要紧。没过几个小时，却突然听见门铃声。我透过猫眼看过去，是嫂子，头上缠着绷带，手上抱着一个襁褓。我看了眼身后的照明，还是给嫂子开了门。刚一打开，嫂子就往前一扑，把孩子扔下就跑。我吓了一跳，照明当先去捞他怀里的孩子，结果抱起来才发现孩子早没了气息了，而我嫂子早已逃之夭夭。我们2个人当即报了警，警察来得很快，却说是嫂子报了警，说我们摔死了她的孩子。我们2个着实没想到，还会有人这样厚颜无耻。随警察回去做了笔录，又导出了我家智能门锁的监控，前后折腾了几天。我和赵明一直在请假，最后经过尸检，发现孩子有摔伤，但最终死于机械性窒息。警方又调取了沿途监控，发现了嫂子用襁褓一路紧紧捂着孩子。他们在我妈家的楼顶上抓到了嫂子，嫂子站在天台边上，半只脚甚至都悬在外面。她的怀里还有那个将要1岁的女儿。她站在边缘，大声控诉命运对她的不公。从小学习成绩优异，但是父母宁愿把钱拿给大伯供养他的堂哥，只为了100年后他堂哥能给养老送终。他没有朋友，初中辍学出去打工，转的每1分钱都要转给家里，最多的一笔是我家给的彩礼，这都是后来我妈转述给我的。他在天台上还是没有勇气跳下去，被警察带走了，因为故意杀人判了刑。具体的刑期我没有细问，嫂子的父母也全当没有她这个女儿，从未再提过关于她的任何事。我妈说她和我哥每天都要吵架，她的养老金已经全部拿给我哥花了，但我哥还嫌不够。我的手机早已经将我哥拉黑，
他也不知道我们新房的地址，只能去找我妈要钱。等到我妈也没有钱了，他就动起了歪心思，半夜抢劫孤身女孩。得手几次后，他越发觉得这个来钱路子很快，出去玩的路上就能把钱赚了。有一次遇见一个小女孩反抗，大声呼救，又拳打脚踢，他恶从胆边生，掏出身上的水果刀，连捅数刀。赵明知道后冷笑一声，他没存这样的心思，为什么要带刀？我怀里抱着一只胖胖的猫，我妈最近给你打电话的话不要接了。我哥的情节很严重，甚至判决下来的比我嫂子还早，死刑立即执行。我怕我妈给赵明打电话让他难做，便主动给我妈打了电话。他现在自己带着1岁多的小孙女，也没有时间去跳广场舞了，每天只能围着孩子转，心力交瘁。我每个月给他打3000块的抚养费，他在电话里和我道歉，说以前薄待我的事，现在他儿子、孙子都死了，也算是他的报应。想来他还不知道这个孙子并不是我哥的骨肉，我也没有告诉他真相。孩子已经没了，就没必要再让活人徒增烦恼。至于什么薄待，也没必要纠结了。我早已经过了因为一只鸡腿、1块糖的分配不均，还要存在心里念念不忘的年纪。我和赵明还有一只大肥猫，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。